立文時代，你弄他，他就給你演講，他就可以凝聚人心，帶來更多的力量反彈。當你把人群帶起來，你就會從個人觀點變成群眾觀點，變成政治觀點，最後變成政治落實。接地氣、長人氣，就會有底氣。有了底氣，你就會別開生面，創造整個大氣。這就是西式民主。台灣的未來是恐怖的，民進黨能再獲取的更多資源是有限的，外部的壓力是巨大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進黨的價值的崩落，整個團夥化之後，對賴清的嫡系見人就搶，逢人就砍，那你還能團結嗎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在过去長期以來，我們所遵守奉行，並且創造全世界耀眼經濟奇蹟的經貿遊戲規則，正在激烈重大的變化當中。不僅來自外部的挑戰，在我們內部，民進黨長期執政的結果，現在的主政者正一點一點的在侵蝕我們好不容易所建立的民主法治的社會。今天的執政黨完全蔑視國會多數最重要的民主核心的遊戲規則。今天的執政黨掌握了多數的媒體，不斷的造謠抹黑，製造不必要的對立跟仇恨。今天的執政黨甚至不惜將司法作為打擊異己政治壓迫的工具。台灣的民主岌岌可危，台灣的安全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威脅，台灣的經貿奇蹟，台灣的護國神山可能正在快速的被搬空、被掏空。中國國民黨在這樣子的一個時代當中，如何振衰起弊、撥亂反正，只是台灣2300萬人，也是全球關心中華民國前途、關心民主政治的人所憂心、所憂慮、所關切的。從吳伯雄以下幾乎都到了現場，這也是國民黨就是換主席大概少數這麼受到高度關注的一次的狀況。這個開場我覺得是很鄭麗文式的開場，對於國家的憂心從來不是來自內部跟民進黨的競爭，更多是來自於整個大環境的外部的一個狀況。作為一個他準備要執政的或者他挑戰執政的政黨，他必須要有一個氣度跟氣魄，就是本身要那個恢宏的格局。他怎麼樣告訴大家，他國民黨憑什麼當一個執政黨？他國民黨憑什麼能夠作為一個台灣的主要的政黨，然後把台灣人的責任扛在上面？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恢宏的開場，而這個開場就是把目前整個國際地緣政治、兩岸問題呢，把它往上堆疊。這過去如果是一般黨主席在講的時候，他可能很多他是關心的，也許是以國內的這個問題為主，但是鄭麗文的開場以這個國際地緣政治為主。我們肩上的重任何其沉重！今天的黨傷痕累累，在我們在座有許多黨工背負的官司來自民進黨的司法追殺。昨夜我們看到2位黨工才剛剛交保回到台北，昨天我們還有黨務一級主管被起訴。但是中國國民黨越挫越勇，今天咱們是拍斷手骨，顛倒用對不對？立文參選黨主席鄭重承諾，我將會在第一時間組成司法正義律師救援團，我會組成千萬基金，全力的支援救援我們受到司法追殺的所有黨員同志跟黨工朋友，我們絕對不會讓你們孤單。遇到了這麼多重大的挫折，包含被民進黨到現在有黨工在被調查、被起訴、被司法追殺，這些事情需不需要直接面對？當國民黨換上了一個更強勢的主席的時候，民進黨的司法動作會更加的激烈，還是會有所遏制？在我看來，民進黨會稍微和緩一點，因為你把市場鬧大，你等於又送鄭麗文一把槍。我覺得這個開場對我來講，以我了解的鄭麗文，他絕對會利用黨的資源去救這些黨工。民進黨的一個寫實的狀況，很快的從理想型政黨墮落成團夥型政黨。理想型政黨就算有一點團夥的內容，這很正常嘛。我有理想不代表我不能享樂，我有理想不代表我不能享用權力、分享資源、爭奪女人。但是至少我還有個基礎的理想，所以我在往前衝的時候，大家有聚焦的感覺。內部吵得再兇，回首同心一致。可是蔡英文帶給民進黨最大的問題就是墮落2個字，因為蔡英文運氣太好，在他的時代屢屢遇到抗中保台。少雞蛋賺雞蛋，少快篩賺快篩，少疫苗賺疫苗，少旅館賺旅館，少什麼賺什麼，炒什麼賺什麼，少電賺電，什麼都可以炒都可以賺，這叫可持續性的竭澤而漁，不斷的竭澤而漁，就所謂的用掠奪型的方式，這是團夥的一個常見的一個樣態。而這個樣態隨着賴清德上任出現的問題，第一個，賴清德本身是一個3重少數總統，黨內少數，選舉得票少數，國會少數，所以他能夠攫取的能量跟資源是有限，而蔡英文至少可以做到大家賺到，大家分配，而且竭澤而漁的分配。賴清德他也分配，但他屬於懲罰性的，而不是濫賞性的。不聽話砍掉，聽話考慮給你，怪舔給多一點，什麼都能貪。所以在這樣的結果下呢，就轉換成團夥性政黨，他的理想性就迅速的退下。而且賴清德最強的理想性叫做台獨，這個台獨在蔡英文時代喊還 OK， 到了賴清德上來之後，整個國際主客觀形勢的急劇變化，台獨的空間迅速跌落，這也造
成一個問題，就是整個民進黨的理念出現了巨大的裂痕、巨大的崩落。那導致的結果就是民進黨更加的貪婪，但是刀子開始往內砍，往外砍也有賴清德不見得獎賞我啊，而且我盤了盤，民進黨能再獲取的更多資源是有限的，外部的壓力是巨大的，台灣的未來是恐怖的，對民進黨來說啦，當然我們的未來應該是光明，所以呢，他們就會減少他們對外拓展的付出，而是轉向內部來搶奪，嫡系的搶奪尤為激烈，你就看到台南、高雄選舉搞成什麼個樣，搞成什麼的樣子，這就是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改變，這個改變就是民進黨的整個理想性幾乎喪失到蕩然無存，因為以前至少他們還喊民主自由吧，他們還喊進步主義吧，還喊台獨吧，但現在的這些價值、這些東西還是他們重視的嗎？還是他們會去看待的嗎？那當然沒有。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進黨的價值的崩落，民進黨整個團夥化之後，對賴清德嫡系見人就搶，逢人就砍，那你還能團結嗎？反觀國民黨啊，過去幾年雖然過了坑坑巴巴、跌跌撞撞，但基本上是在往一個修復跟壯大的路上在走。雖然出現了一個民眾黨，襲奪了不少國民黨的較為青年的基層的支持者，可是呢，整個黨的隊形是有統整起來的，地方派系是有穩住的，地方選舉是穩住的，國會議席也在穩步的增加，支持度也穩在一個程度上，雖然沒辦法往上擴大的非常多，那沒辦法，因為黨主席朱立倫屬於一個求穩型的人格，他沒有辦法巨大的開闊，但他可以重新把它整理起來，穩住這個局面。那剛好到了今年國際整個的變局，所以從鄭麗文開始講到現在，他都在談國際的變局，黨內也被清算了一輪，一些比較有問題的民進黨都抓出來打了，所以現在唯一要救要補這些工作呢，更重要的是要往外去創造。反正你已經有一個堅實的隊伍，整個立法院、整個縣市長基本上隊形相對穩固，比較年輕的幹部也上來，這種跌宕起伏更是激勵自己更加往前的機會，鼓動自己的每一個細胞啊，吶喊啊，把能量給喊出來。這就鄭麗文他跟其他黨主席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啊，他能夠激發黨內蘊藏的這種能量。國民黨已經很久沒有把每個細胞動起來了。國民黨呢，從一個求穩的選舉型的，甚至是有點大帳篷形式的政黨，也就是大家都來就是為了打敗民進黨，進一步的往前去激發他的理想性，要重新拿出来。但這個理想性不是單靠喊口號，而是透過把彼此能量串聯，把人串聯，只要旁邊有足夠好的輔導的人去幫他規劃跟策劃，我認為他這個能量就會不斷爆發。各位朋友，我們一定會在台灣人民最苦的時候，我們會在台灣人民最危險的時候，我們會在台灣人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永遠跟台灣人民堅定的站在一起，对不对？对。各位，哇塞，馬先生感動啊！哇塞，我看了那麼久，真的我第一次看到馬英九是這個面色，如此熱淚盈眶啊，好難想象啊！我馬總統這幾年確實老了不少。甚至於在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把台灣的正能量，把台灣相信善與大愛的能量，把台灣相信民主、自由、法治、包容的精神，讓全台灣都看見，讓台灣人民都能夠感受得到，好不好？願意把這一些東西扛在身上，一起前行，而不是負重前行。我覺得這個是過去國民黨主席比較做不到的地方。感染情緒，在現代，在當代政治當中，事實上，甚至在所謂的西式民主的源頭及希臘雅典政治當中，它就是一個大殺器啊！動人需要感染力，需要傳播情緒的能力，傳播情緒常常比傳播論點來得更容易。情緒傳播，論點就聽進去，這是很多人沒了情緒，他對論點也不感興趣。說服的過程有的時候不是邏輯性的克服，對群眾說服的過程是一種情緒性的感染，更多的感染，很多人才為之向往，他自然而然他就會結合團結到你的下面，讓你更有的感受。當你把人群帶起來，你就會從個人觀點變成群眾觀點，從群眾觀點變成政治觀點，最後變成政治落實。這就是西式民主。賴清德比較敢對鄭麗文出手，還是比較敢對朱立倫時代出手？鄭麗文時代你弄他，他就給你演講，他就可以凝聚人心，他就帶來更多的力量反彈。賴清德敢直接弄嗎？當然，你一個人是不可能感染所有人的情緒，這是很正常。但是你只要抓住多數，先抓3成，再抓5成，進而7成，你就天下無敵。7成你天下無敵，基本你能夠在現代的西式民主裡面，你能夠抓到5成，你已經是非常強大。接地氣、長人氣，就會有底氣。有了底氣，你就會別開生面，創造整個大氣。環境變了，你做事情自然就到了。